好看这人开的房间啊，秘密山谷狩猎王。既然是狩猎王的话呢，我们进来玩一下啊。今天呢就给大家发3期视频啊，带来一局下午茶啊。然后这个房主呢开的是秘密山谷3万开局，而且呢没有开超级武器啊。我记得以前呢，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印象，我记得以前呢打过开这个秘密山谷3万开局不带超级武器的，对手的是选的法国啊。但是这个房主呢他选的是英国，他没有选法国，选的英国。以前呢我们对付这个法国的呀，不开超级武器的，我都是造基洛夫加辐射，所以说这个对手呢，估计也是知道我会造辐射啊，他就呢选那个英国，等一下造狙击手来对付我的辐射，所以说呢，他没有巨炮，他是英国，他造不了巨炮，我就准备打快攻啊。但是这个房主呢，他是开的带初始部队的，这开的带初始部队的呀，他也有坦克，他坦克躲在地堡里面。我有4个坦克也打不进去啊！这个带部队的，你打快攻不太好打，而且3万开局，他直接一上来就疯狂的造地堡，坦克躲到地堡后面，他也有5个坦克躲到地堡后面，还有美国大兵，这怎么冲？感觉打快攻根本冲不进去啊！所以说呢，只能退回去打发展了。打发展的话呢，等一下我还是要造基洛夫加那个辐射兵啊，但是他是英国呀，他估计等一下会造很多的狙击手来对付我的辐射兵。但是这个房主呢，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那个房主啊，他这个名字呢不是上次那个房主的名字，估计有可能是换了号对吧？然后我们造个辐射兵，这个辐射兵走过去肯定是不行，我就想坐车过去呢，怕看他的狙击手能不能点得过来啊，因为我有很多动员兵，当时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多招点动员兵扛伤害，等一下他的狙击手呢会点我的动员兵，我只要辐射一下车一蹲，把他的美国大兵烫死，我就一下子就可以打进去了啊！我多招一点这个动员兵，吸收子弹，吸收他狙击手的子弹，然后把坦克派过来，对吧？把坦克派过来，这3万开局，我家里只有1个牛啊，我还有1万多，但是他有飞机，你看他造了飞机，然后控制狙击手点我的辐射，哎呀，这不行，这感觉打不进去啊。上次呢是碰到选法国的，这选一个英国，我造兵造辐射不行，只能用坦克硬冲，压掉他的大兵，跟他抵消一点，他又造了电线杆，你看打不进去对吧？再这样打的话，等一下坦克死完了我还守不住嘞，所以说感觉这个模式呢，这个用英国你不能硬冲啊，硬冲冲不进去，坦克没有辅助兵种是打不进去的，所以说只能退回来以后呢，我们先造几个牛车啊，先发展。所以说我开局是尝试的快攻一下，快攻没打下来，那就只能打发展了。所以说这个地图呢，苏军呢只要带超级武器，基本上苏军要厉害一点了。但是他把超级武器关掉了，这苏军呢没有超5啊，就很难冲进去。如果是1万开局也是有机会的，但是他开的是3万开局他太有钱了。他造一排地堡，造一排美国大兵，你想打快攻是打不进去的啊。那我就只能先出牛了，这没有办法，先出牛，多出几个牛呢，把经济呢搞起来，等一下再进攻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基洛夫也要造一点。这个以前呢，我对付那个法国呢，就是好像是上个礼拜吧，也是发过一期，别的是选法国3万开局不带超级武器，我是造了很多的基洛夫啊。但是他是英国的话呢，我们基洛夫不要造多了，基洛夫呢就造个4、5个，骗他花钱多造一点防空，因为他没有巨炮，我造这么多基洛夫没什么用啊，我主要呢还是要靠辐射兵。他的想法呢就是呢，我有狙击手，你造辐射兵我不怕，我就非要造狙击手对吧？你有不是，我就非要造辐射兵，我看你的狙击手厉害还是我的辐射兵厉害，先造几个基洛夫啊，骗他造一点防空，飞到他家呢吓唬一下他。然后我们造辐射兵之前呢，先造一个复制中心啊，有了复制中心呢，我们出一个辐射就相当出了2个对吧？然后再造3、4个重工啊，先把这个钱呢以最快的速度花出去，4个重工啊，坦克就出得快。
然后再飞到上面吓唬吓他，以为我要炸他的油田，让他在油田那里呢多摆几个防空炮啊。这个对手呢，他选了英国呀，他就没有大炮。我估计呢，他是想在家里多造一点电线杆防守啊，电线杆加飞熊加防空炮。然后呢，我们开始造辐射了啊，出一点防空车。这个辐射兵啊，你不能走路过去，一定要坐车。坐车以后多装一点，你一个防空车或者2个防空车装几个，那一下车就被狙击手爆头了。我们多装一点，装个10来个防空车，防空车里面装满，一下子放出10几20个辐射，他的狙击手就点不过来啊。只要我一蹲下来，把他的防空烫一下，或者把他的坦克烫一下，他等一下就打不赢我的犀牛坦克啊。这个辐射兵呢，一蹲下来，他的坦克没烫死都没关系，只要能烫掉他一点血量，他的飞熊坦克都打不赢了。所以说盟军的话就怕这个辐射兵，你没有巨炮，我更不着急，我多装一点辐射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不带超5的，这个开局还带坦克的，还是3万开局的，我觉得法国还是要厉害一点啊，英国不行，英国肯定守不住，你没有巨炮，的话，我根本不着急啊，对吧？等一下我的坦克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去，辐射兵呢也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去。这个辐射兵啊装在车子里面，他没有巨炮，我可以慢慢靠近他啊。虽然它有电线杆，但是那个电线杆呢射程不远，所以说这个模式呢不带超5 3万开局，还是法国要好一点啊。他选那个英国，你看我们装满了对吧？装满了辐射兵准备进攻，坦克呢最后过去啊，先用这个基洛夫加辐射兵，然后牛车把家里的矿采完了对吧？采完了以后准备把牛车拖过来，然后再卖掉一个重工啊，因为没什么钱了对吧？把重工卖掉一个，把这个钱呢全部花完，把牛车也全部拖过来。这一波呢打赢了就赢了，打不赢就没有就输了，就别想着等一下还留着牛发展，根本没什么发展的机会。把牛车全部拖过来，然后呢我们的基洛夫在前面，牛车在后面，辐射兵也在后面。所以说你选的英国，你针对我的狙击手，你没有大炮啊，你看我这个牛车跟防空车就可以靠近他啊。然后基洛夫走到前面探路，你看他前面全部是防空炮加幻影加灰熊，他造了一点幻影，造了一点灰熊，我一开盖有惊喜一蹲，你看到没有？哦哟，他家里呢把坦克全部缩在后面去了，但是他的小飞熊被我烫掉一点血量啊。刚开始我也说了，只要能烫掉一点血量，他就打不赢了呀，因为你没有巨炮，你电线杆呢，它虽然可以串联起来，但是它的射程不远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坦克可以靠近你，你是法国的话，我就不能靠近你啊，你有巨炮呀。然后你的坦克冒烟了，有电线杆也没用，你把防空炮卖完了，造了7、8个电线杆有什么用？你看到没有？感觉一下子他就死了。所以说他是英国的话，你不能造多的基洛夫，你得多造点辐射。我就不怕你的狙击手。我造10几20个防空车，里面装满辐射，他那个狙击手点不过来的。然后来看第二盘呢，他还是选了英国对吧？我们还是输军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准备还是要打快攻啊，快攻打不死他也没关系，尝试一下对吧？万一开局打死了他，一下子他就没了。他带了4个坦克，但是3万开局他疯狂的造兵，疯狂的造地堡，你看。我冲到他家呢，他就可以甩地堡，他是主战场，感觉呢还是打不死他。所以说这个带坦克的呢，打不死他，他有钱，我们只能退回来，对吧？先把家里的油田拿了啊，骗他花钱也是一样的。我造4个基洛夫，就跟上一盘一样，我造4、5个基洛夫，他最起码得造10个防空炮，一个防空炮1000，10个防空炮就1万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等一下骗他多花一点钱了。他这个模式呢，玩不出什么花活，因为呢没有超级武器，对吧？只能还是跟我刚才的那个打法一样啊。然后我们先造点大兵，骗他花钱，先把他存款花掉一点，因为我的大兵呢是110个的好兄弟，他的美国大兵是210个，反正我这个比较便宜啊，对吧？我是好兄弟啊，你是美国大兵啊，多骗你造几个地堡，造几个美国大兵，然后呢，我们任务就完成了。完成了以后呢，就准备退回来造牛啊，再给他一点压力，再骗他1、2个地堡。
坦克过来，大兵过来，你看打不进去，对吧？打不进去以后呢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啊。他现在也是一个牛，我也是一个牛，你还不招地堡，多招几个，然后点掉他一个地堡，他招了飞行兵，又招了个地堡，我们可以了，可以回来了。然后我们3中以后呢，准备出牛，就跟上一盘一样啊。等一下呢，还是先造4、5个基洛夫，骗他造10来个防空炮。等一下呢，防空车里面装满辐射，往里面冲，他等一下又守不住啊。所以说这个模式呢，还是法国要好一点了。他用英国不行。然后你看，我们还是开盖有惊喜，一蹲，你看到没有？麻辣烫，只要一蹲下来，把他的小飞熊烫掉一点血量，他的就肯定打不赢了。就算他是满血的，他都不一定打得赢，因为我这个质量比较好啊。我是犀牛坦克，他电线杆肯定守不住，不像巨炮，2个巨炮我坦克就不敢冲。你这个电线杆根本没什么用。你看，你坦克跟我一样多，我都是装甲比你厚，而且我是满血，你是残血，你怎么打？你选英国，你以为我会怕你的狙击手？所以说呢，就有很多粉丝啊，以前我打1对1的时候，打那个冰天抢中的时候，就喜欢造很多动员兵，对吧？苏军对抢中造动员兵，就有很多粉丝说呢，你造这么多动员兵，人家不出动员兵，出一个辐射兵，把你动员兵全部烫死，你就守不住了，你就死了呀。所以说呢，那个辐射兵虽然克制动员兵，但是你得有机会造才行啊。就像这一盘一样，他选英国就是克制我的辐射兵，我照样造辐射，根本不怕你的狙击手。所以说呢，打1v1啊，那个狙击手呢，他是克制不了辐射兵的。还有粉丝会说，你选美国，人家选英国，英国狙击手克制伞兵，其实狙击手也克制不了伞兵，也克制不了辐射兵。如果能克制的话，那大家都选英国了，以后比赛呢都没有什么苏军了，没什么法国，没什么美国了，都选英国，英国狙击手无敌了，对吧？